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现在一般人花一大笔钱，好不容易买个新家之后接着就开始打理家中所需要的家电家具等等。以这间房子来说现在这位屋主他添购了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冷气常见的一些电器之后，手边的积蓄也快见底了。那这也没办法，因为目前的房价实在让人家不敢恭维如果想要为家中再多添购几个新的设备那可能要花上一大笔钱那也因为没钱的关系目前这个房子的屋主也没有安装任何的饮水设备，他都是买这种6升的矿泉水来喝平均1个礼拜会喝掉1瓶左右。那认真算下来1年至少要花掉4000多块在买矿泉水上，而且这种品质老实讲是相对不稳定的。比如说这种矿泉水它开封之后放个几天可能就会开始变质了。虽然喝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水里面可能就会开始滋生细菌。更别说这种塑胶瓶身可能还会有塑胶微粒长期喝下肚其实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那有的人可能会想说那怎么不直接拿自来水煮开就喝算了那其实对一般的人来说的确也是这样子不过对这个屋主来讲，第一个他懒，第二个煮完之后还要这边等它凉，那第三个如果说有住在南部的朋友知道，那个南部的水非常的硬煮几次那个水壶就会结一层垢他甚至也不考虑说要买那种滤水壶，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喝也没有比买矿泉水还要安心。所以每个人对喝水这件事情，其实每个人看法都不太一样。那虽然市面上的饮水设备有很多，但是对这种小坪数的空间来讲我个人会比较推荐用厨下式的一个净水设备。理由很简单，因为它不占空间嘛，就台面上只看到一个水龙头而已。那为了让屋主能够喝上好水所以阿达打算在这里装一台来自美国 WaterDrop G3P800 厨下直出 RO 净水设备。WaterDrop 是由威方总代理联名爱惠普的技术合作。现在买WaterDrop 的净水器都包含爱惠普全台免费到府标准安装的服务。你只要确认好你家能安装的一个位置跟空间大小，就可以知道可以安装什么型号的净水器机型。那以今天这个场地为例，它就能安装 G3P800。装完关上柜门之后家中唯一肉眼可见的改变就是这个智慧型的水龙头，它完全不占家里的任何空间。那以南部来讲南部的水质比较硬，硬水所含的石灰质比较高，所以如果你跟阿达一样是住南部就会建议大家去装这种 RO 的净水设备。如此一来你还能靠 RO 逆渗透来有效过滤石灰质。不然你看你家的洗手台一大堆水垢，就是因为水太硬。那这台G3P800呢，它的过滤方式是采用3支滤芯来过滤原水，分别是提升水质口感的 CB 活性炭滤芯，过滤大型颗粒跟泥沙的 CF 滤芯，以及能够过滤 0.0001 微米物质的逆渗透 RO 滤芯。那过滤完的水还会再经过UV 紫外线的模组来进行杀菌，确保水质不被污染。如果将这些过滤的过程细部拆解的话，那这个原水总共经历了9层的过滤，把泥沙、铅、异味、杂质整个过滤干净掉之后，才会产生一道干净且无菌的纯水，提供您饮用。那过滤的效果大家可以参阅这张滤效表，过滤的数值都相当的高，而且都有通过 SGS 认证，可以放心饮用。不过大家也知道用滤芯过滤原水的方式就会有滤芯寿命的问题。那这3支滤芯呢，它的最大寿命大家可以参阅这张图表。一旦滤芯过了使用寿命之后，建议大家一定要换掉。没换滤芯继续饮用的话，过滤出来的水可能比自来水还要脏这真的要不得。那如果忘记什么时候该换滤芯主机上面还有3个指示灯可以判别，同时还有个 TDS 值的显示器。但是如果每次都要蹲下去看滤芯寿命的话，是不是觉得蛮麻烦的呢？G3P800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设计了这智慧型的水龙头，除了时尚好看以外，它上面显示目前的 TDS 值还有滤芯寿命的一个指示灯。而这个TDS 值就是看水的纯净度的一个指标之一，数值越低代表越接近纯水，那数值越高则是越硬。依照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饮用水标准， TDS 值小于50就相当适合人类饮用。当然也不是越趋近饮理越好，因为水里面还是有一些有益人体的一些矿物质，太干净反而是没有东西的。基本上只要符合该规范数值以下的水，代表这个水质都有一定的品质，一般状况下你可以放心的饮用。那如果遇到故障问题智慧型水龙头上面也会显示错误代码，然后依照这个错误代码来通知维修人员。而且它更换滤芯的方式也很简单，不需要断水断电，只要一转就能立刻更换。那滤芯的取得也很容易，它跟知名的爱惠普技术合作，
不怕说你买了这个设备之后，以后就找不到滤芯，变成了设备孤儿，后勤也是相当给力的。那接下来我们谈到G11P800的一个出水部分，像阿达这样子打开水龙头开关，可以看到它的出水是相当快速的，它每天的制水量最高可达800加仑，每分钟可以出水2.6公升。不管你要拿来装饮用水或取水煮汤都不会等太久。有这样的制水量，不管你是要在家用或放在公司用，都很方便。如果你有用过传统 RO 逆渗透的朋友就知道，除了更换滤芯很麻烦以外，它还有体积不小的一个储水桶，在安装上其实蛮占空间的。而且G11P800它的纯水跟废水比例只有3:1，简单的说就是3杯纯水只浪费1杯废水。那省水效果也远高于传统的 RO 机，大概可以省下12倍的耗水量，对于节省水费也是相当有感。那这个过滤后的干净水其实还可以在其他的情境下使用，譬如说你可以拿来洗菜、洗水果，用这种干净的水来洗食材，也不用担心余氯残留，相对也干净很多。而且装这种水来煮热水或泡泡面，你的锅里面也不会有那种白白的那个水垢或漂浮物。这部分我是觉得就让人家相对比较安心。那至于这个水喝起来口感如何呢？阿达现在直接喝一杯，跟大家报告一下心得。好，接下来我们直接来喝喝看那这个是市售的矿泉水，我已经倒好一杯了，我们现在喝喝看口感怎么样？这矿泉水，怎么讲呢？这个有一点不是很自然的甜味，就是矿泉水。这个逆渗透水就是没有味道，你知道吗？对，就是一个很纯净的一个干净水，有没有？好，接下来我们会进行水质的测试。那这次我们测2个，第一个是水质的软硬度测试，另外一个是余氯的测试。那我们先测试的是水的软硬度。我们会先在2个杯子，都先滴这个试剂，然后再加水来进行测试。那现在我先滴。好，接下来这2个杯子呢，我会去装自来水跟 RO 逆渗透水，来看一下它的颜色变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试剂呢，原则上就是水越淡的话，它水质越硬，所以那颜色越深，它的水质就越软。好，刚刚测完软硬度之后，接下来我们来测水质的余氯。那一样，我们先把这2杯水，我们先把水先装起来，这一样的量，然后接下来把试剂倒进去。好，我们加完试剂大家看一下，你看得出来哪个颜色比较深吗？这样看不出来，对不对？你来这个墙来做对比，颜色比较深的呢，它就是含氯量比较高，RO水的颜色。好，以上就是这台 WaterDrop G3P800的一个简单介绍。装了这台净水器之后屋主再也不用去买这种矿泉水喝了，也算是为环保尽了一份心力。如果你最近有在找这种厨下式的 RO 逆渗透的机器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像这种 G11P800这种机器，因为它比较省水以外，它可以快速的更换滤芯，而且还有智慧水龙头等特色，而且过滤杂质异味的效果都是有通过认证的，再加上还有一个紫外线杀菌的技术，要喝纯净水，这台就对了。如果看完刚刚的介绍之后，觉得心动的话，可以到资讯点击官网的采购链接，就有专人为你服务，帮你安装它倒好，一起来喝一杯纯净的干净水吧。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就帮按赞、订阅跟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